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彻底戒除坏习惯的2种最有效方法这个课题。我将从科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如何不知不觉地养成一些坏习惯，并深入探讨如何有效地摆脱这些困扰。希望大家能与我一起深入思考并找到解决的方案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我们无法戒掉坏习惯；第二，彻底戒除坏习惯的2种最有效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我们无法戒掉坏习惯。在深入探讨具体的戒除方法之前，我想先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入手：为什么戒掉坏习惯会如此困难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习惯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，因为大多数行为都是由习惯所驱动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并摆脱不良的习惯，我们的日常行为将变得更加积极，生活质量也会随之提升。关于习惯的重要性，大家应该已经听说过不少。正如我们在这个频道里多次强调的那样，即便是微小的好习惯，只要日积月累，最终也会带来巨大的变化。那些能够坚持良好习惯的人，必然会收获丰硕的成果。例如，每天花1小时提升自己的技能，如果坚持下去，与那些整日无所事事、随波逐流的人相比，未来的差距会越来越明显。类似的，有每天运动15到30分钟习惯的人，将来更有可能保持健康和活力。同样，每天关注饮食健康的人，与那些经常食用垃圾食品和快餐的人相比，经过1个月、半年、1年甚至5年的时间，彼此的差距会逐渐显现出来。良好的运动习惯、健康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，不仅对身体健康有好处，对工作表现、专注力和实现目标也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些都是良好习惯的重要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谈一下坏习惯。一个人如果拥有许多坏习惯，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不断做出不良的选择，这些行为在未来很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后果。例如，常吃垃圾食品的人，未来患病的几率会更高；而那些缺乏运动、久坐不动的人，甚至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。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些关联。此外，睡眠不足也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影响。那么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坏习惯有哪些？可能有些人会经常熬夜，睡眠时间不足；有些人下班或放学后总是忍不住去上网；还有人可能过度吸烟，吃过多的垃圾食品，或者在睡前沉迷于手机。有些人常常拖延，不愿意做不喜欢的事情；也有些人在难得的假期里无所事事，浪费时光。甚至有些人经常乱花钱，或是容易为小事而烦躁。这些坏习惯五花八门，数不胜数。尽管我们都知道，如果没有这些坏习惯的话，我们的生活质量会好很多，但我们总是很难戒掉它们。这些习惯不仅占用了我们宝贵的时间，还阻碍了我们去实现目标，浪费了我们本可以用于追求梦想的精力。而且，他们还悄悄剥夺了我们与亲朋好友共度的美好时光。我们明明想戒掉这些坏习惯，却总是难以做到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关键在于，坏习惯并不会立即带来负面的结果，也没有及时的惩罚。例如，即使今天您没有运动，或者吃了垃圾食品，也不会马上影响到健康，甚至不会立刻增加1到2公斤的体重。这就是我们持续放纵坏习惯的原因，因为没有立刻的负面效果，没有伴随的痛苦和惩罚。如果每吃1次垃圾食品就会立刻增加体重，或者每犯一个坏习惯就会马上受到惩罚，或许许多人就不会再吃垃圾食品或继续这些坏习惯了。但因为没有及时的惩罚，我们总会想着今天做一下也无妨，于是一次次错误的选择积累，最终可能导致未来的严重后果。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，如果现在对生活感到不满，这很可能是过去那些小小选择的累积结果。人类普遍都很脆弱，如果没有痛苦或及时的惩罚，
就很难承担风险，更难戒掉坏的习惯或坚持好的习惯。正如纳西姆·尼古拉斯·塔勒布在《冒着风险的人》一书中所提到的，如果我们不愿承担一定的风险，往往容易变得懒散。他所说的冒着风险不仅仅局限于金钱，还意味着在事情未按预期发展时，承担相应的代价。或许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过去的行为，回顾那些曾多次努力保持好习惯却未能持之以恒的时刻，或者反复尝试戒掉坏习惯却始终未能成功的经历，甚至在应该行动时选择了放弃。现在回头看一下，我们是否会感到懊悔呢？如果当时付诸于行动，结果是否会更好呢？关键在于，当时我们是否愿意承担风险，是否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环境，使得在触犯坏习惯时能够立即感受到惩罚。因为绝大多数坏习惯并不会马上产生负面后果，也没有及时的惩罚，所以我们需要巧妙地设计一个机制，让自己在触犯坏习惯时能立刻感受到惩罚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打破这些不良行为的循环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彻底戒除坏习惯的2种最有效方法。在第一部分，我们探讨了为何戒掉坏习惯如此困难的根本原因。接下来，我将根据这些内容，具体介绍2种有效的方法来摆脱不良习惯。首先是第一种彻底戒除坏习惯的方法，设定惩罚或风险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没有惩罚或风险的约束，我们往往容易放纵自己。因此，在面对不良习惯时，如果能为自己设定一些惩罚或风险，让自己体验到一定的痛苦，便更容易停止这些习惯。如何具体设定惩罚或风险？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灵活设计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，帮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。比如，如果你想改掉浪费早晨时间的习惯，计划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并利用早晨时间提升自己，您可以先向朋友、家人或重要的人宣布这个目标，告诉他们你会每天早起。仅仅宣告目标可能还不够，可以进一步交给朋友一笔保证金，规定每次未能按时打卡记录早起情况时，就支付一笔罚金。强烈的经济惩罚往往能让人更有动力去坚持。此外，你也可以将一些对自己有价值的物品暂时交给他人保管，并承诺如果无法坚持早起3个月，这些物品就归他们所有。这样的方式让您承担一定的风险，减少重蹈覆辙的可能性。再比如，如果您计划每天学习1小时编程，但下班后总是拖延，可以提前支付编程课程的费用。经济上的损失感会促使您每天坚持学习。相反，如果没有金钱的投入，也没有外界的压力，仅仅在心里想着我想学编程，很容易因为缺少动力而拖延，无法开始。设定惩罚或风险，为自己的行为增添及时的成本，有助于更顺利地戒除坏习惯并培养好习惯。类似的，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，可以请伴侣或朋友监督，规定每天把自己吃的食物拍照发给他们。如果吃了不该吃的食物，就支付罚金。适当的风险设置会让您对饮食更加谨慎。总之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置惩罚和风险，为坏习惯带来惩罚和不快的后果。这是戒除不良习惯的有效方法之一。希望您能根据想要摆脱的坏习惯，灵活地运用这种方法。接下来是第2种彻底戒除坏习惯的方法，让其无法执行。这种方法在切断不良习惯上非常有效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您常常在工作时间或睡前不自觉地玩手机，可以选择将手机留在工作场所。通过这样，回到家后手机不在身边，自然就无法使用，从而避免了因玩手机而影响工作、学习或睡眠质量的习惯。虽然有人可能觉得这种方式过于极端，但事实上，很多人都体会到，戒除坏习惯确实不易，因此需要一些强有力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达成目标。除了这个例子以外，还有其他能让坏习惯无法执行的方式。例如，在一些国家，赌博成瘾是常见的问题。
为防止自己沉迷于赌博，有些人会主动将自己列入赌场或在线赌场的禁止入内名单，即使想进入也无法做到，从而有效杜绝了赌博行为。如果您总是花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上，影响了对重要事务的处理，可以通过屏蔽软件来限制访问，或在手机应用程序上设置访问时间。著名作家詹姆斯·克利尔为了专注写作，甚至要求助手每周更改社交媒体的密码，自己平日无法登录，只有到周五才获得新密码。这种强制隔离帮助他在工作日不再频繁查看社交媒体的动态，逐渐适应了没有社交媒体的日子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写作目标上。如果没有助手，可以和朋友或家人合作，每周互换社交媒体的密码。通过这种让其无法执行的方法，您就可以有效戒除不良的习惯，将腾出的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，让内心更充满积极、专注的生活动力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